大家好，我是 Tony。今天的 Tony 开讲，我要来探讨中华民国第三共和的一些特殊现象。大家可能觉得很好奇，什么是中华民国第三共和？可能大家没有听过这个名词，这是学者参考法兰西共和国的历史所提出来的概念。我们都知道，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建立共和政体，称为法兰西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建立之后，法国陷入长期的动荡，期间有2次帝制复辟，分别是拿破仑及其侄子拿破仑3世，都曾经发动政变，将法兰西共和国恢复为法兰西帝国。不过后来又被推翻，恢复共和。所以从18世纪末到今天，法兰西共和国虽然国名不变，国旗也几乎没有改变，都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蓝白红3色旗。不过实际已经改朝换代好几次了，所以学者就将法兰西共和国区分为第1、第2、第3共和，到现在算是已经到第6共和了。而同样的，中华民国创立至今已经112年，虽然中华民国的国名依旧在，但实际的历史与法国的历史相似，几经动荡，也历经了实质的改朝换代，所以因此有学者用中华民国第1共和、第2共和来做区分了。不过对于中华民国第1、第2共和的历史分歧，每个学者的见解不一。我在这里将中华民国分为3个共和时期，纯粹是个人的见解。中华民国第1共和就是我们熟知的，成立于1912年，所以这一年就成为民国元年。中华民国第1共和有很好的开始，仅经过短暂的革命流血冲突，大清帝国就决定禅让政权，将政权和平转移给中华民国，组成汉满蒙回藏5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一立国就拥有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不过中华民国第1共和的历史可以用多灾多难、国不成国来形容。民国一建立，汉族的各地方势力就划分地盘，形成军阀割据，从此展开激烈的内战。而外蒙古在民国成立之后，随即宣布独立建国。新疆、西藏也因为汉族忙于中原内战，无暇兼顾，都呈现实质独立的状态。而大清帝国的逊帝溥仪逐渐长大之后，看到民国如此乱象，也非常担心自己的命运会像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皇帝路易16，最后被革命党人送上断头台。所以溥仪选择投奔日本人，回到满洲人的故地中国东北，成立满洲国。虽然只能当个傀儡皇帝，但总比可能被送上断头台好多了。而内蒙古也选择依附日本，而推动内蒙古独立运动。中华民国第1共和军阀内战的结果，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取得胜利，完成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不过接着就国共内战开打，接着又发生日本侵华，打了8年战争。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既打外战又打内战，最后外战在美国外援支援下获得胜利。不过随即而来的国共内战，蒋介石却一败涂地。中华民国在1949年失去了整个大陆江山。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在阳明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沉痛地对党员同志说，中华民国已经亡国了，我们都成为亡国奴了。不过这只是沉痛之语，中华民国并没有亡国，而是开启中华民国第2共和的时代。而中华民国第2共和的国父就是蒋介石。中华民国第2共和的时代是从很悲惨的处境开始。当时中华民国第2共和的正式领土只剩下2座岛，金门及马祖。至于台湾及澎湖，当时只是中华民国代表盟军占领的日本国土。必须等到1951年，同盟国与日本在旧金山召开和平会议，签订正式合约之后，才能确认台湾的主权正式归属于中华民国。
然而这个时候，中华民国已经失去大陆江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而且获得英国及苏联的正式承认。所以谁来代表中国来参加旧金山和平会议，就成了同盟国内部争议的议题。最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被邀请参加旧金山和平会议。旧金山和平会议最后签订旧金山合约，日本在合约中放弃台湾澎湖的一切权利及领土，但合约中却并未明定台湾的主权归属何方。旧金山和平会议召开之前，韩战就已经先于1950年6月爆发。韩战爆发之后，美国立即改变对华政策，派遣第7舰队协防台湾，同时决定支持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维持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席次。美国并且运用影响力，要求日本必须与中华民国另外单独签订合约。1952年4月18日，中华民国代表与日本代表在台北签订中日和平条约，又称台北合约。中华民国第2共和凭借着这个条约以及美国的强力支持，正式取得对台湾的统治权。中华民国第2共和虽然以悲惨的处境开始，不过后来的发展却越来越好。同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胆进行极端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验，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几年之间20几千万人。反观台湾，却在安定中逐渐迈向小康社会，最后成为新兴化的工业国家，被誉为亚洲4小龙。而以中国史书的标准，以及对照当时中国大陆的情况，中华民国第2共和的那一段岁月，我们可以用两蒋之治来形容。不过中华民国第2共和始终面临政权正当性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个实施宪政的民主国家，中华民国第2共和主张自己代表全中国，然而却无法定期取得中国人民的民意授权，而他又不愿意改由现有领土台澎金马的全体公民透过选举取得民意授权，而严重违反民主体制的精神。于是第2共和只能以内战为借口，冻结宪政体制，实施了长达38年的军事戒严统治。1971年，联合国驱逐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席次，随后日本、美国相继与中华民国断交，中华民国第2共和的政权正当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而来到了不得不做改弦易辙的时刻。而在这个时刻，蒋经国总统毅然的决定革新保台。他说出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改变的历史名词。他也公开宣称，我也是台湾人。1987年7月14日，在蒋经国总统主导下，中华民国第2共和宣布解除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及报禁。半年之后，蒋经国总统病逝于台北，而中华民国开始朝向第3共和迈进。中华民国第3共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不知道，因为外国的学者称之为临近革命，它是一种渐进的过程，所以我们很难明确的知道在哪一个时间点中华民国第3共和诞生了。而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李登辉总统。第3共和时代，中华民国从威权体制转型成为自由民主的体制，最大的转变就是渐渐的，大家以台湾取代中华民国的称呼，以自称台湾人来取代自称中国人，而在正式的场合，则称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从第2共和到第3共和，大部分的人都是不知不觉。不过两种人，他们的感觉不一样。我称他们是先知先觉者以及后知后觉者。所谓的先知先觉者，就是有一群人在中华民国开始朝向第3共和演变时，他们比别人更早、更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变化。
例如，当教育部开始修改历史课纲，以台湾史观取代中国史观时，这些先知先觉者就嗅闻到改朝换代的风向，而激烈的进行反抗。而所谓的后知后觉者，就是有一群人，当中华民国已经进入第三共和的时候，他们的观念仍停留在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威权体制的时代。由于对中华民国既定的刻板印象，所以他们仍然无法认同第三共和。这两种人有一种简单的区别方式，就是先知先觉的人，他们认为中华民国在台湾不应该有在台湾；而后知后觉的人认为中华民国在台湾不应该有中华民国在。我认为这两种人都跟不上时代，而与时代脱节。至于我个人，则是非常的喜欢中华民国第三共和，因为中华民国第三共和是台湾第一次真正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实现主权在民的理想。对我来说，国家是几个字，是哪几个字，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莎士比亚说，玫瑰即使不叫做玫瑰，它依然芬芳。就算我们的国家是叫做香蕉共和国、芭乐共和国、莲雾共和国，对我来说都没有关系，只要它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么我都热爱它。就算国旗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而是红橙黄绿蓝靛紫随意配；就算国歌不是三民主义无党所宗，而是两只老虎小毛驴红彩妹妹，那都没有关系，只要它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么我依然会热爱这个国家。我今天的同理开讲就在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